也就是说呢，这台均价在55万左右的车卖了4万台，这是多少收入啊？4万乘以50万，行吧？这咱少算点。iPhone 它都算不明白了，是不是？当当了当，当啷当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嗨，大家好，我是南野，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看见我呢，就意味着你又长大了1周岁啊。那本周呢，科技圈发生了很多好人好事，咱们抓紧来表扬一下。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呢，可以把哈哈打在我们的百叶窗上面。你看，我们又换窗户了啊。如果觉得主播要在下边，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咱们马上开始。本周啊，先看一个 iPhone 的没那么好的消息啊，什么事呢？多家媒体报道啊，最新财报，苹果啊在大中华区营收下降了13%，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13%，苹果那都是几百亿啊、几千亿的营收。库克表示啊，这个事儿呢就赖不了别人是吧，并不是我们 iPhone 人气流失了。iPhone 在大中华区营收下降了这么多，你觉得是啥原因？就好像你工资啊，去年你是1万块钱啊，今年一下子变8700了。咋办？什么原因？看一看同学们弹幕。有同学表示啊，定价太低了。哎，对呀，你说的也是，也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销量不变的情况下，那就营收高低就全看定价了，对不对？还有同学表示，那是因为隔壁友商回来了。好啊，当然这个苹果的忠实粉丝啊，千万不要担心啊，问题不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库克说的很对啊 ，iPhone 的人气啊，就是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呢？咱们还得看另外一份数据，是吧？来啊，我们瞧一下，这是2022年 Q4 和2023年 Q4 啊，就是过去2年第4季度的一个比较。我们知道10月份开始就是第4季度啊，是 iPhone 上市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榜单还是非常有代表性意义的。在整个4季度2年的对比呢，你会发现这边这份啊，全球排名前10位的这些厂商啊，大多数是下降的，少部分呢是增长的。其中呢，苹果下降了9%，而增长这边呢有谁？有荣耀，有华为，有小米。其中呢，荣耀增长10%，小米增长36%，而华为增长了71%。啊，当然，华为原来过去那2年基数比较少啊，这个增长比较多，这属于失去的我要拿回来啊，这也算可以理解。那来看苹果这边，苹果降低了9%，那它剩多少了呢？来看答案，2022年的时候市场份额占23%，而在2023年的时候 ，iPhone 的市场份额呀仅占20%，确实下降了不少，是吧？也还可以吧。当然啊，另外一份榜单咱就不再反复放了啊，之前反复给大家列出来过啊，就是目前来说呢，苹果的销量也好啊，市场占有率也好，都在下降。但是呢，有一个指标一直是排在第一的，就是它的盈利能力啊，营收部分始终还是全球第一的。只不过从5-6年前的营收占全球95%以上，目前啊降到了营收占全球的。苹果的营收占了全球所有手机厂商当中的50%到60%，确实下降了很多。苹果你要加油了，是吧？要加油了。那要加油怎么办啊？显然呢，要服务好老用户，也就是苹果最重磅的资产 iOS。多家媒体报道呢，库克预告未来的 iOS 18呀将会迎来重磅更新。苹果呢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发 AI 啊。来问大家，你是否看好苹果的 AI 前景？目前是谷歌和微软2大巨头啊，着力拼杀啊。微软这边呢有点姗姗来迟的意思，咱们国内这都多少了？文心一言了，通义千问了，一家挨着一家的。苹果目前还没什么动静。你是否看好苹果的 AI 呢？咋说呢？我认为啊，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苹果应该说是布局最早的。10年前就已经有 Siri 了，是吧？现在嘿 Siri， 给我一个1到100之间的随机数。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结果。就它不负责。对不对？你随便找一个别人家的 AI， 它都能告诉你结果。给我一个1到100之间的随机数。为您找到从1到100的一个随机数。你这真是随机吗？再找一个1到100之间的随机数。为您找到从1到100的一个随机数，43。啊，这还行，行吧，就这意思啊。反正就是感觉目前 Siri 啊进步空间还是挺大的。那么未来 iOS 18上面到底有哪些重磅更新呢？库克他说那个重磅到底有多重磅呢？根据知名爆料媒体带来的消息，在 iOS 18上面将会有2项重磅更新啊，大家一会儿可以打一个分数。第一个呢就是 Siri 的增强，加强了 AI 的能力的介入，有可能会和端侧的大语言模型结合，
刚才咱们问的那些智障问题，它就能回答得了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重大更新呢，就是 iPhone 将会集成跨平台的 RCS 消息标准这啥意思啊？就是以后呢，你在用 iPhone 和安卓手机之间去互发图片、视频的时候就用那个信息的方式传的时候，可以传更高清的图片。下边没了这就是知名爆料媒体所带来的 iOS 18的重大更新大家觉得满分100你可以打几分呢？嘿 Siri， 我想买一个苹果的眼镜 Vision Pro。哪一个？啥玩意儿？这整出一堆本地的眼镜。到了明朗眼镜总店。在国内能用苹果眼镜吗？陷入了这是我找到的内容。陷入了沉思，是吧？我好怕他说成对不起，您所在的服务区10年了，他还像个孩子，上哪儿找这样的？不说，可能大家没注意到过去一整年，2023年没有任何一款新的 iPad 推出。过去10多年，这从来没发生过，也不知道发生了啥。你觉得为什么一整年苹果都没整出 iPad 来？为啥？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根据个人经验，苹果不可能连续2年都不推出新 iPad 了所以2024年今年一定会推出，时间呢就会在3月的苹果春季发布会上。那目前呢，外媒知名爆料人古尔曼也带来了春季发布会的几款设备包括有 iPad Air 和 iPad Pro。包括呢还会推出 M3 芯片版本的 MacBook Air，目前是 M2 芯片。据爆料呢，新一代的 iPad Air 呢将会推出10.9寸和12.9寸，就比这个现代还要更大一点的也就是说和 iPad Pro 一样大尺寸的Air，并且呢已经有91Mobiles 带来了它的外观爆料图。你从外观上看呢，基本上就和目前咱们看到的这台 iPad Air 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尺寸边框尺寸比例下来确实大了不少，这显然是一个12.9寸的尺寸就大尺寸的 iPad Air 比这个大一圈。包括在镜头的部分仍旧是单镜头，配置上面呢也能知道它不是 Pro 系列。当然我个人最为盼望的 iPad mini 呢，目前看并没有任何的消息这也和咱们之前预测的是一样的。iPad mini 这条产品线因为它相对小众，它并不是一个每年更新的，通常呢都是 iPad 正代 Pro 代换代了几次之后才有 iPad mini 所以只能耐心等待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是12.9寸的 iPad Air 你是否期待呢？有同学问主播你是否期待12.9寸的60赫兹屏幕，你期待吗？加油苹果我就想体验一下大屏幕60赫兹到底是个啥感觉。根据咱们的预测，12.9寸 iPad 60赫兹已成定局。别怪我乌鸦嘴我瞎猜的。那么如果你是苹果的高管，怎么样来宣传这块屏幕呢？看一下同学的幕，看这位同学说的多好。12.9寸 iPad 60赫兹屏幕返璞归真，让你感受来自原初的感动。这库克表示你这一起来，赶紧来上班。原初的感动不是原神启动小米15啥时候上市最近呢有很多同学给我们发私信留言问主播，听说你消息灵通，听说你和小米有内部关系，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小米15啥时候上市我要等小米15上市再买我不买现在的小米14。多个消息源显示呢，小米15系列有望在9月份进入量产。注意是进入量产，那开卖最快也是10月份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算，还有10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买到小米15了。这位同学，你是不是很期待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压根儿就没想买，是吧？你就是来提问的我估计等了小米15上市的时候，我仔细看看你的私信到时候你会不会又来发私信问主播小米16啥时候上市我想等小米16。觉得真实可以打1个6。上周咱们聊了支付宝换 logo别下载错了。本周支付宝全年最强大的活动终于来了，五福集五福来了，拼手气分5亿同学们看一下同学弹幕准备参加的同学打个1完全不 care 打一个2，看一下大家伙怎么选择。有同学问主播玩不玩？我想说5个亿这么多钱，我怎么能独吞呢？是吧？把这5个亿留给大家留给你们了。好这不开玩笑咱们仔细看一看如何拿到这5个亿。你可以看视频得福卡，找福字儿，或者摇一摇找能量卡，或者是扫描 AR 这些都是可以获取的。
这边支付宝还推出了教程啊，和朋友一起去集，教你怎么去找福卡，包括进入哪些小程序能够找到，相当的用心啊，这个教程。那么经过这些努力，我们到底能获得多少钱呢？你猜猜2024年集五福活动每个人最终能拿到手多少钱？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看谁能猜对。这可不是一般人能猜对的啊！好啊，咱不能瞎猜啊！主播跟你聊，那一定是有根据的。来看过去一年，当时呢，人均分到的就是1块8毛8啊，去年也是5个亿啊，所以呢，今年大概率还是1块8毛8。我觉得这个数，它肯定是经过是吧？不够，它肯定得补齐，要不然他为了图这个吉利是吧？要不然你是最后人均变成1块4毛4啊，也不是很吉利。我估计剩下的钱，支付宝肯定得给它补齐。1块8毛8啊，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感动啊？有同学说这感动啥呀？这，我跟你说啊，这个人要知足，是不是啊？你看看1块8毛8，您就能玩到这么多的游戏，交到这么多的朋友。哪个游乐场让你花1块8能玩这些东西啊？啊，是吧？能不能知足啊？看一下同学弹幕啊，大家觉得1块8毛8这么高的价格能不能实现呢？觉得能实现打个1，觉得不可能吧？会不会太大了呀？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弹幕啊。强国同学说，你看他不出活动不发红包也没办法，对不对？现在还有人给你发红包呢，你看，咱们的观众多么的善解人意，是不是？弹幕最多的人问的就是这1块8毛8是不是太少了？哪里少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么少，对不对？不要睁着眼睛乱说，是不是？咱们支付宝集五福很难的，我跟支付宝跟多少年了？他们是怎么集五福的？我是最知道的。为了给你这1块8毛8，人家都快倾家荡产了。有的时候吧，你们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是不是？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看见集五福还能点进来？什么原因？学会感恩。来问大家，全球最大游戏公司是谁？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没错啊，根据统计呢，腾讯游戏营收啊已经超过了苹果和索尼，目前成为世界第1名。而且啊，这个数据呢还在一直增长，对吧？你看索尼、苹果、微软、谷歌，对吧？这些家啊，你再看我们腾讯一直在增长，所以啊，实力是非常强的啊。那如果你是马化腾啊，你是小马哥，你会说点什么呀？这领先的还不是一点半点的。来看小马哥对腾讯游戏的评价。媒体报道呢，马化腾表示啊，腾讯虽然号称全球最大游戏公司，但是感觉去年却无所适从，就是感觉去年过得一般，不咋地。大家觉得腾讯过去一年满分100分，你给腾讯打几分呢？原话啊，马化腾表示，感觉腾讯游戏去年无所适从，毫无建树。只有去年吗？这一波掐了别播，打上说，只有去年吗？啊，停，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可能去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游戏啊，但是今年有幻兽帕鲁啊，这2天的这个话题大作。幻兽帕鲁啊，10天赚了13个亿啊，100万级别的销量，200万人同时在线，非常夸张。幻兽帕鲁啊，这正在看咱们节目同学玩这个游戏的打个1啊，了解但没玩打一个2啊，完全不知道打一个3，1、2、3，看一下同学们弹幕。这里呢，给不太了解这款游戏的老板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用一句话跟你说清楚，说没那么复杂，它就是老板模拟器，就是当然你来扮演老板。你要干的事儿呢，就是每天到野外去用各种手段抓一些精灵回来啊，抓回来精灵之后呢，让他们在你家排队给你干活，排队干活啊，生产出更多的好工具给你，你接着出去抓精灵，是吧？当然啊，在你家干活的时候呢，这个生产线的强度你可以调，你要是好心，你可以把它调成轻度工作，你要是吧，最多可以调成非常繁重。普通的时候，帕鲁当然很高兴啦，这些小精灵。繁重的时候就让。来问大家啊，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会让员工们怎么干活啊？轻松啊，打个1，普通打一个2，非常繁重打个3，1、2、3，看一下同学们的选择。刚才说精灵啊，现在说帕鲁啊，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就你可以姑且把它理解为精灵的世界啊，幻兽帕鲁，幻兽精灵。大家看我们的这个选择，哈哈，那显而易见了，是不是？白天我给别人当帕鲁，晚上我就要玩帕鲁，是吧？有同学说你说这个是啥意思啊？对吧？你刚才不说腾讯游戏吗？这怎么又扯到幻兽帕鲁这块来了？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啊，不要联想，我都是好心啊，对吧？那小马哥他也说了啊，感觉这个游戏啊无所适从，是吧？那是不是就是缺乏灵感呢？幻兽帕鲁它不就给你提供灵感吗？对不对？比如说咱们当家游戏王者荣耀，咱就可以学习啊这个幻兽帕鲁这个游戏啊。比如说啊，现在王者荣耀里边老觉得这个英雄没意思
啊，策划创意枯竭。那我给你出个招，咱们就上线一个新英雄，他的技能就是把对方英雄直接抓到你家来，在你家里边也去给你打钱。这新英雄名字就叫帕鲁，怎么样？我不收你版权费，是吧？停啊！游戏结束之后，这英雄也不能走，你不能闲着。游戏结束之后呢，你继续给我做任务，给我赚点钻石啦，攒点碎片啦。这样的话呢，我下次上线的时候，你直接给我挣一个皮肤回来啊，我就放你走，是吧？要不然怎么样？来，同学们，我这个创意满分100啊，你觉得可以打几分啊？你觉得王者荣耀它有没有可能采用这个创意吧？还有同学表示啊，那这个英雄上线完了，下个英雄怎么办？不是，我还得手把手教你啊！要不说你们这些游戏策划呀，是吧？多向玩家取经。咱们刚才说的什么呀？新英雄帕鲁上线抓对方英雄过来给自己打钱，是不是？下一个英雄还是这个功能，但是呢，只抓对方女英雄，是吧？对方女英雄过来给我洗衣服，不是，就是给我这个皮肤，给我加特效，对不对？你这还有同学表示说你这抓人这不太，那就把野怪全抓自己家里来，是吧？经验全归自己家，不就完了吗？如果觉得主播说的真实啊，可以打160，是吧？这个英雄上线是吧？肯定大家都爱玩，是吧？和平精英的产品经理说，能不能给我们也出点主意啊？要不说这个做游戏的产品经理啊，你们要想做好游戏，得把思路打开。比如说开局的时候啊，就我是玩家，我就在家里边看大屏幕上小姐姐跳舞，让我抓来的精灵替我去搜刮装备、捡枪、捡包、捡子弹。啥时候这局差不多了啊，快结束了，到毒圈了啊，你告诉我一声，直接给我传送过去。然后呢，把你的满级包、满级甲、满级枪啊，带皮肤的车啊，全都给我，就完了，对不对？我继续玩，你看这多省心，怎么样？想要这功能可以打160，是吧？你说这幻兽帕鲁的这创意结合起来呀！而且呢，幻兽帕鲁这个游戏啊，现在还开始支持各种 mode 啊，就是你可以把游戏里边的精灵呢变成你各种各样喜欢的角色啊。来问大家一下，你想把这个精灵变成什么角色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最新上线的 mode 啊，现在已经获得了很多的下载，大家都表示给好评。小马哥表示，这主播这样的人才，这我怎么以前没发现呢？赶紧来上班啊！这。还有同学表示，抓精灵，这不就是宝可梦吗？是吧？精灵宝可梦吗？口袋妖怪吗？你这是哈，这个是这个游戏吧？它缝了很多游戏啊，要不然我怎么能联想到这些游戏呢？就是这个确实啊，现在全网都在讨伐幻兽帕鲁这个游戏，认为它呢是缝了任天堂，对吧？缝纫啊，缝纫天堂是吧？这个是啊，他自己也不否认是吧？他也没说啥。现在呢，网友普遍表示啊，幻兽帕鲁作为一个缝纫天堂游戏能爆火的原因啊，主要呢是任天堂他自己的那个游戏不是很给力，所以呢，大家就意思就是您可能是正版的受害者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呢都跑外边玩去了啊。那么目前呢，有很多同学表示啊，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帕鲁啊能真的和精灵宝可梦啊去掰手腕。那么有 MOD 的作者来自海外的 Toast Shoot 同学啊，已经开发出了幻兽帕鲁的精灵宝可梦 MOD。简单说啊，就是把主角换成小智，然后呢，小智呢就可以白天出去抓精灵，把精灵呢变成了皮卡丘啊。注意啊，这个抓精灵的过程啊，在幻兽帕鲁这个游戏里边，就是上去敲他一棒子，敲晕了，你就可以把他抓回家里边给你干活了。你看拿这个锄头就去了，抓回来之后替你搬东西啊，采花，帮你种种子，在生产线上给你生产抓精灵的工具。去野外工作的时候啊，还可以把它投掷出去。大家觉得这个MOD怎么样？有没有你激起购买的欲望？来问大家一下啊，如果你玩幻兽帕鲁的话，你最想抓什么样的精灵回来呀？有同学表示啊，要抓人气最高的英雄啊，可以啊，咱们可以把反派抓回来。比如说，在精灵宝可梦里边的火箭队武藏也被MOD作者做到了游戏当中啊，直接成为反派。那么你就可以打败这个反派，然后。不是任天堂没吱声吗？啊，任天堂老任，你说句话呀！啊，你要不说我可说了。全球最强2大法务部啊，一边是任天堂，一边是迪士尼。我的建议呢，不妨结合一下啊，直接把皮卡丘给它修改成米老鼠，小智拿着精灵球去抓米老鼠，看一看最后2大法务部谁先抓到我。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觉得任天堂的法务部强，还是迪士尼的法务部强呢？觉得任天堂强打个1啊，觉得迪士尼强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以前呢都是在各种各样的正版游戏里边啊去打上奇奇怪怪的角色 MOD， 现在呢等于是在一个缝纫机游戏里边打上正版的 MOD， 哈，你说感觉奇不奇怪？好，还有同学表示
既然有宝可梦的 mod， 数码宝贝 mod 什么时候推出啊？再来个赛尔号的 mod， 再来个洛克王国，可以。最强法务部咱们可不是开玩笑的。根据最新的消息呢，任天堂已经警告了这款宝可梦 mod 的作者啊，网站已经下架了，所以短期内应该是买不着了啊。有同学问啥时候能买到呢？很简单吧，这个就跟米老鼠似的啊，91年前之后就可以买到了。又到了每月汽车召回盘点的时间了，一起来看一看呢，这个月里面又有哪些汽车厂商召回了他们的产品啊？首先呢，这一款是来自于长安福特啊，召回到2022年一系列的车，探险者汽车一共是62000辆，这里咱们就说这个虚数了啊，为了叙述简便。还有召回国产沃尔沃 XC40，一共是6600辆。注意啊，这召回的是2024年款啊，也就是上市并不长时间。去年末刚开始铺货，有同学表示这国产车质量就是不行，老得召回。还有进口车，丰田召回进口雷克萨斯 ES200，一共召回10万辆。还有同学表示，那进口车不行，是不是合资车就可以啊？宝马召回国产及进口汽车不多啊，一共就5系363台 ，X5 199台，不算多啊。BBA 咱们榜单不能缺席，梅赛德斯奔驰召回部分进口及国产汽车，分别是这些型号的啊，都是主销型号6万辆，这些型号 SUV 车型20万辆，这些微级车14000辆啊，一共是27万辆。有同学表示这还有好人吗？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汽车召回啊，其实算是好事，对吧？你要说他人死不承认，你有安全隐患，那不是更闹心吗？有问题赶紧召回，人家换个零件或者怎么修啊，或者补偿啊，能解决，这是好事，总比假装没问题要强啊。这里有同学关心哪些问题会造成召回呢？我们来看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所带来的统计。注意看这儿啊，照明和辅助系统占比是最多的啊，38次。因为车身和内饰召回31次，因为气囊和安全带召回是30次啊，这就是召回的原因。具体到数字方面呢，12月份啊，阿美利卡召回了668万辆，日本召回了124万辆，国内这边召回了112万辆，其他国家和地区啊，这召回的还不到咱们的零头，大概就是这情况。所以呢，经常关注一下召回的信息，及时的发现自己的车是不是有什么可升级、可维护的问题，不要马虎，不要大意。华为问界 M9， 那去年末一发布呢，引起了相当高的关注度啊！大家来预测一下吧，你觉得它的销量将会如何呢？截止到现在啊，发了也快2个月的时间了，你觉得它的销量能有多少？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当然是啊，已经卖了4万台了啊！这是大定啊，基本上就是交的是比较多的定金。实话实说，有点夸张。为啥呢？这个车啊，虽然起配价不到50万，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它的选配页面，你会发现40来万那个车根本就买不啊。反正你要想开着舒服啊，它的正常配置应该是50多万，所有件都需要选配。也就是说呢，这台均价在55万左右的车卖了4万台，这是多少收入啊？大家可以算一下，咱们少算点啊，4万乘以50万，行吧？这咱少算点。iPhone 它都算不明白了，是不是？苹果都不明白，这华为这是卖了多少？这是啊！我躺下来，短短2个月啊，200亿的营收。只能说啊，这个中国有钱人还是多啊。当然了，这个车也不光是个人买啊，有不少婚庆公司呢也购买了，因为呢说它这个车灯上面能打字儿，能打喜字儿，所以呢拿这个车去接亲的时候吧，就看着比较喜庆啊。可以说实话，这个华为的用户就是一点好，不跟你多废话，觉着这个车型真掏钱买，50多万的车说买就买，4万人直接下单可以。来问大家一下弹幕啊，当你在买消费产品的时候，这个价格大概在多少钱的时候，你可以不眨眼睛看一下大家伙的选择。有同学表示啊，我开我自己的车贴个喜字得了，可以啊，可以。于承东表示啊，没想到这车卖的这么好。原本呢我是于大嘴，现在呢我变成了于小嘴了啊，就是我说少了啊，就是他有点收敛了，是不是？太客气了啊！要说于总之前有很多被人嘲笑的预测啊，比如说华为要会成为全球第一啊，要成为全球销量排名前5的厂商，是吧？这都是原来备受嘲笑的。
后来都实现了。那现在的车啊，其实也是如此。看起来这个于总啊，还挺了解他这个爱称的啊。咱们叫他大嘴，你看我以前都管叫于总，是不是？他自己管自己叫大嘴，你这咋整？你是整的我好像很外道似的啊，大嘴。OK 啊，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科技圈的好人好事啊，不知道你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呢？如果下周还想看到主播和你共同来表扬这些人，赶紧点一下关注啊，咱们下周再见，求求了各位金主爸爸。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上期咱们介绍了把三星连续3代旗舰机型的笔来回插，结果呢是有意外发现。观众评论啊，难怪三星不给你测试机。主播这个思路确实比较清奇。还有同学表示，这男主播就是喜欢瞎插。蓝色站台同学表示啊，从一个方面讲，三星 S24 Ultra 就是最早备战2024年4大旗舰的机型。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来问大家，你觉得2024年的4大旗舰将会是谁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上周我们在窗户边直播，有人还发现了秘密。MIC 同学表示啊，主播什么时候得到微软的赞助了？还特地标注了背景。那大家觉得我什么时候能够拿到微软的赞助啊？